你们人多累赘，这病歪歪的死丫头在这累事，就让她滚下车吧。下来，把她丢在这里。我们下去推车吧。啊，秋儿，你别下。不，我们是一家人，心连心，我也要帮忙。要推就用力推呀！富亦乐，贫亦乐，甜亦乐，苦亦乐，同苦同担，安之乐之，齐家齐事，心善之间。富亦乐，贫亦乐，甜亦乐。姐姐，端红哥哥，端红哥哥，子枫，红儿，子枫，红哥哥，端红哥哥，端红哥哥，红儿，别跑了！大人命令的，绝不食言。端红哥哥，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你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子枫，不管你到哪里，我都会找到你。走吧。段大人，停！夫人想在此歇息用膳。好，歇息用膳。段大哥，敲磬的那个就是我姐姐。想什么想得这么入神呀？哦，没什么。我见你们故地重游，所以做了一些你们小时候常吃的蒸饼，不会令你难受吧？不会。刚才你在想童年旧事啊？小时候就在这里与故友分开，我为他送上自己做的木梳，就从此分别了。童年种种的往事，都应该淡若无痕了吧？本该如此，可是重临故地，往事忽然历历在目。事到如今，为人为己，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放开怀抱了。是的，从前种种只余回忆，其他的早已不在，相信都随风而逝了。那就好了。很多事物呢，留着只是累赘，扔掉那些沉重的包袱，你才能够轻松前行。易大叔睿智，说的都是警醒之言，我会谨记。那我这番唠叨也就值得了。段大人如果能够度过此关，必定能够海阔天宽，一切豁然。夫人，段大人求见。快请。段大人请。夫人，卫青传来口讯，他们已经到故乡了，就等你明日回去一起行祭礼，为免错过祭礼时辰，我们明日提早启程，如何？好，有劳段大哥了。这2日我一路走来，越靠近故土，心里越感心悦。我也想早点回去。明月，去通知侍女提早做准备。诺。这个匣子里都是我的宝物。这个是我们小的时候母亲给我们做的风铃。她说，这个枝干是她，下面的几个石子是我们几个兄弟姐妹。
他还跟我们说我们会永远在一起。可是现在，段大哥，你坐，我给你看其他的宝贝。这是小时候收割用的石锯，这是周夫子送给我的。这个我记得，你背诗总是最多最熟的，周夫子奖赏给你的。我跟段大哥一起背诵，其实段大哥跟我背的一样多，你是故意谦让我罢了。还是瞒不过你，只是不知道周夫子是否还健在。他是个好老师，教会了我们很多为人之道。富亦乐，贫亦乐，甜亦乐，苦亦乐。回想起以前的日子，虽然贫苦，但的确安乐。这个段大哥还记得吗？是你送给我的。原来你一直保存着，珍藏着。这是段大哥亲手做的，当然格外珍贵了。我还记得当时你气喘吁吁地跑过来送给我，这番心意我不会忘。原来你还一直记得，没有忘记。怎么可能忘了这份情谊？当时只要看到这梳子，都会挂念段大哥。那个时候，我一直祈求上苍能够让我们重逢。我也一直在找你。正因为我们同心同愿，今日才得以重逢。段大哥，大家现在的生活虽然无忧无虑，但是只要一想到小时候清贫之中，我们互相关心照顾，同游共乐，那份天真烂漫，我到现在依旧很向往。若能回去，你还愿意吗？段大哥说笑了，过去时光怎么可能回头？况且，我现在已经是孩子的母亲了。若是有情，或许还可以。段大哥说的对，只要有情，就一定回得去。皇上不就是因为看在我们思乡情切，才恩准我们回去的吗？现在，故乡、故物，还有故人都在，就足矣了。易叔叔，我是来通知子夫明日提早启程。哦，我是来通知夫人，晚膳已经预备好了。既然明早提前启程，我想问一下夫人，明天早上想吃点什么呀？什么都行，有劳易叔叔费心了。不费心，不费心，我只想让大家吃得舒心，好轻松前行。没想到远在宫外还能吃到这样的美食，易叔叔真厉害。薯粉多了一点，不够柔软细滑。哎呀，都怪我昨天晚上思虑缠绕，分了神啊。但是易叔叔加了桂花粉，很好的掩盖了不够细滑的缺点，还添了新意。哎呀，看我多不机灵，还在说厨艺的事情，都忘了问易叔叔昨晚何故思虑缠绕。其实说厨艺也好，天下事也罢，如果呢都如这菜品一般，一尝便知其味，那岂不是简单多了？夫人，别怪我多嘴啊，因为你就像我的家人一样，有些事如果我不说的话，对你的伤害会更大，将来可能会无法挽回啊。易叔叔，
到底所谓何事，但说无妨。夫人为何会带旧物重回故乡呢？只因一切旧物都让我想起儿时的快乐。虽多年不曾回乡，难得有这样的机会，所以我想与亲人故友重温当年的乐事。这个想法很好，卫青也一定会很高兴。可是，故地、故物、故人，对有心人而言，不单只是缅怀儿时乐事这般简单。故地、故物，足以牵出故情。有些人用情至深，就算想放下，也都难以割断。稍一牵引，即陷入深渊，无从自救。魏夫人，要切记，因旧物勾起故人的误会。这个匣子里都是我的宝物，还记得吗？你送给我的。原来你一直保存着，珍藏着。易叔叔，你是说？你像月色一样的沉默，如雪花落在湖面融化我。寂寞的烟火，忘掉年月，让天空快乐。我跟你玩。子夫，段宏哥哥，我做你的新娘。好。你是夜里温柔的颜色，静静地投影在我的轮廓。也许我让你心如刀割，等一个结果。这个送给你。蝴蝶飞过沙漠，爱得太执着。子夫，以后你就是我的娘子了。的风光都看过，才领悟曾做过的是最动人的景色。你守卫在我心底，直到天意要将我们分离。你的笑脸比思念还清晰，比流水还彻底，包围我的天地。你守卫在我梦里，不让黑夜留下一点痕迹。你的心比呼吸还细腻，比春雪的气息，熟悉我的回忆。河水无论遇到什么，虽然会翻起涟漪，终究还是会向前奔流。段大哥还记得这里吗？怎么会不记得？儿时情谊总叫人难忘。此次回乡，我带了从前旧物来缅怀。不知段大哥是否还留着那时我们的结发？这次回乡，又是否带在身上？我一直带在身边。那皇上提及你一直保留着的结发，到底是属于那关外女子，还是站在你面前的这个儿时玩伴？是属于童年时，不介意我脸上有疮疖，愿意和我结发的子父。
原来那个所谓的关外女子，那个你一直放不下的故人，其实也就是儿时的旧相识，就是我。哪怕事隔多年，我已为人妻为人母，段大哥依然不能忘怀吗？本来就要放下，正为了放下，所以才抛开一切，远走西域。那是不是重回故乡，再看旧物，让段大哥忆起了旧情，害你忐忑？我昨天看到你保存着我送的木书，听着你说出渴望重逢的期盼，才知你我原来心意相同。不是的，这不禁让我回想起，如果当年没有天灾，这结发和木书早已成为我们的定情之物。如果当日在酒社我能与你相认，如果在平阳府中我比皇上更早遇见你，就不会有上一成宠了。如果，段大哥，一切早已成为事实，何来如果？事实归事实，心意归心意，我只想知道你所想。如果没有遇见皇上，你我依然只是儿时玩伴，只有兄妹之情吗？当年重逢之时，你不是说过我还是那北斗星吗？当中情谊何尝有变？段大哥，小时候留着这把木梳，确实是因为一直记挂着守护我的北斗星大哥。但现在依旧留着这把木梳，却跟其他儿时旧物一样，只为提醒自己，勿忘寒微出身，一定要记得恭谨谦和。倘若真让段大哥误会，害你沉溺往昔不能自拔，那我宁愿毁掉这珍贵的旧物。也请段大哥放开怀抱，觅得心知，缔结良缘。段大哥，你看，水花溅得再高，也有落下那一刻。过去再难忘，也终有放下那一日。缅怀过去，只会自讨苦吃。子夫求段大哥，当断则断。段大哥一定会找到一个相知相守的贤妻，一生美满。求段大哥，一定要放下当年结发之情。开心地送我去出嫁。你真希望我忘了结发之情？真希望我送你出嫁吗？对，段大哥是我最敬重的哥哥，作为妹妹，也不忍看到段大哥情伤自苦。希望段大哥早日释怀放下，就如这春花一样，凋零之后结出美果。既然你心意已定，好。从今以后，我只会是你的段大哥。今日一切，你别记在心上。谢谢段大哥，
这是你送我的最好的出嫁礼物，子夫安心了。平身。谢陛下。恭请魏夫人。皇后之尊，与地齐体，供奉天地，至诚宗庙，武临天下，故有翠星音，将任母周。二代之龙，盖有内德，皇嗣延冕，中司延庆。现魏夫人恭谨谦让，仁德善良，不以显贵而自尽张扬，秉疏远之意，体河山之宜。子夫求段大哥，当断则断。一定要放下当年结发之情。从今以后，我只会是你的段大哥。谢谢段大哥，这是你送给我的最好的出嫁礼物，子夫安心了。但愿你此生身受地宠，凤凰于飞，妻仪偕老。威荣昭耀，德冠后庭，有司奏议，以称辅祖，以补兆民。皇兄，我娇儿的将来全掌握在皇兄你手中了。我封疆在外，若有朝一日能入主京畿，登基称帝，一定会报答助我有功者，让娇儿重得自由。妹妹，你尽管放心好了。那妹妹尽所能为皇兄效力。刘彻这小子册封新后正是时机，为了成就本王大事，只有牺牲一下这位新皇后了。今立魏夫人为皇后，永中天禄。臣妾谢恩。皇后请起。御史大夫张欧持节凤喜寿。为爱而娶，的确是。你最疼爱的就是你姐姐，你做什么都是为了她。翻马车、伤寒药、
是为了他；擅自离宫，为了他；多番有求于我，也是为了他。如今连自己的幸福也割舍，都是为了你的好姐姐，能当上一个美玉流芳的皇后。参见皇后。免礼。谢皇后。我今日来贺你，是要看看你做皇后有多疯狂，也看看你在这宝座上能坐多久。瑞兽坠落，看似平常，可是坠落之处，乃长乐宫永寿殿，则颇有不祥之兆。瑞兽坠落，只因天旱物燥，木质干裂所致。宫殿有损，就该休憩；百姓遭旱，就该赈济。只懂说什么不祥之兆，是逃避谢责，漠视百姓，还是愚昧无知，枉为辅弼？只是久旱无雨，人心惶惶。如今已有淮南王刘安上书，指荆棘临灾，乃因星宿转移，出现灾星所致。禀陛下，淮南王以刘氏长辈自居，说责无旁贷，请陛下准其入朝祈福求雨。丞相，那你们认为该让刘安入京求雨吗？朕这皇叔，从来喜欢占卜求神。他若是拿来自娱消遣还可，若以此当作入京借口，妖言惑众，朕绝不允许。陛下英明。陛下英明。诸侯王入朝觐见有定时定制，此外若无天子许可，擅自入京者，皆可治以忤逆谋反之罪。何以如此严谨？为顾中央，以免诸侯王亲肆意进出，另有图谋。薛丞相，听到了吗？你回复淮南王，让他留守封地，不许入京。诺。既闹天旱，首要是纾民困。如今各地旱情如何？回陛下，目前各郡旱情有缓有急，部分郡县已是颗粒无收，存粮恐亦不足。开仓赈济，可解燃眉之急。有粮无水亦非长久之计。郎中令，臣在。你找人钻研看水之法，看能否开发水源，以解旱情。臣遵旨。启禀皇后，近日宫内宫外的种种吉凶之兆，臣妾以为宁可信其有。这些辟邪之物都是臣妾们的心意，皇后就留着图个安心吧。感谢大家的心意。不过，但凡水害霜震，只因万物变化有时，风云难测，无定而至。与其为这虚无之说而自乱，倒不如大家一起想想，如何解灾缓困。朝中百官都为此事愁烦，我们身居后宫，该如何帮忙解灾呢？我们可以省水结冰。省水结冰？如今这炎热天气实在是难受，酷热难耐。若没有冰镇水果可食，该怎么熬啊？此时宫外的百姓，不少人已无净水可饮，有老者弱童焦渴而死。相对而言，我们的冰块不过用来冰镇汤饮，或纳凉降温。这是何等的奢侈！皇后的意思是，将冰块储于临室，减少用度。若继续天旱，或可成为宫中水源。冰可溶为水，必要时候，甚至能救民于水火。不错，我们节约俭用，
只不过少了一些享受，却能为旱灾出一份力。臣妾愿意。臣妾也愿意。好，结冰之余还要省水，本宫就此立例，即日起各店清水用量减半，用完要回收做洗濯，不可自行打水，更不可用冰水来嬉戏玩乐，违者必究。臣妾谨遵皇后吩咐，省水结冰，为民造福。老板没口德，客人没见识，满嘴胡说八道，再来光顾，有失我太夫人的身份。要是添油盐，先让你客人走光，门庭冷清。喜娘，哎，怎么是你啊？你这妇人口舌恶毒啊，一看就是市井村妇，还自夸是什么太夫人。你是有眼无珠！哎，别说了，收敛点儿。你再这样吵下去，不只像个市井村妇，更像一个疯妇啊！你竟然帮他！你知道他刚才都说什么吗？说皇后一登位就闹旱灾，是皇后带来的霉气。你说我能不骂他们吗？何止是旱灾呀！他一封后，皇上的异母兄弟鲁王和长沙王就病死了。你说他是不是灾星啊？嘿，生老病死，人各有命，谁家不曾死人呢？呸！你家才死人呢！我呸！我家就是死过人呐！谁家没遇到过喜事丧事啊？遇到喜事就是自己鸿福齐天，死了人就把账算在别人头上，这是什么道理啊？就是什么道理啊？猴王呢是病死的，与皇后有何干系啊？我亦可以信口开河，说你的性命与猴王相克，是你克死猴王，你冤不冤？你气候变迁，凡人难控，水旱霜震自古都有，竟将一切天灾人命都怪到一个人的身上，你这是愚昧浅薄，疯子！你骂得真好，比我还凶，比我还毒呢！你刚才还让我收敛。你呢是乱骂泄愤，我呢是劝人不受谣言所惑，更何况我只是一个小厨工啊，你却是太夫人，要顾及身份呢。那你这个小厨工出宫来做什么？做大事啊，来给太夫人的女儿瓜内侯的夫人沈家送东西的。有劳夫人了。你们怎么突然跟我客气了？这是易叔叔带来的糕点，你们边吃边聊。夫人亲自张罗，当然要多吃点了。你以为人家只是亲自来送美食的？人家是来送温馨关怀给夫君的。易叔叔又在取笑我了。我没取笑你啊，我是在夸你啊，夸你这个关内侯夫人做得好啊。夫人，有劳你再替我们温些好酒。好，你们先聊。嗯。卫青，你也太拘谨了，我们又不是外人，你们亲你一点也不怕呀。易大叔，我们还是说回正事吧。好，那先看看我这个为老不尊却有一点睿智的小厨工能不能帮你们分忧啊？我本想通过长安这灞水引水救济，可是你不是说怕耗时耗力吗？况且这灞水自己尚算勉强，再引水恐怕会影响周边百姓生计。都水长等水利官员虽已在商议，但他们参详多时，仍未能定夺。引水工程耗时，难救百姓于水火，看来得另想办法。易大叔，你可否看出端倪？何时会天降甘露，解救民困？月出月落，牵引潮汐涨退，星宿生辰，影响天气变化，这一时之间也难以做出准确的定论。皇后刚册封就遇大旱，长安城内谣言四起，恐日后越传越甚，这样对皇后不利。民心亦受迷惑，若旱情持续，灾星之说将会越传越烈。说起天象吉凶，我倒有个方法可以一试。《易经》有言：“山则通气。”为此，山野之民想出寻找水源之法，
就是在郊野之地挖出坑井，将燃烧的艾草放在其中，盖其顶，观其四周。若有冒烟之处，就地打井，可得水源。这听来确是可行之法。成效如何？可惜臣以此法寻遍城南近郊各处，尚未找出水源。现正在城北各村尝试。陛下，中尉来报，京师城南守兵发现淮南王刘安已经入京。大胆！朕不让他来，他竟敢抗旨！他可带有兵马？据守兵所报，他只骑着一头毛驴，驴车上放着2个水桶，带着几名贴身侍卫，说要前往城南张家村为当地百姓求水。臣之前也曾在张家村寻觅水源，那一带井乎田旱，根本就没有水。他行藏可疑，只怕是想借旱灾滋事，另有图谋。段宏，臣在。你马上带人，请淮南王入宫见驾。他若就范，就以礼相待；若敢反抗，引百姓生乱，就以擅自入京为名就地正法。诺。求苍天怜悯，淮南王刘安愿以淮南之水救长安百姓，求苍天怜悯。我淮南王刘安愿以淮南之水救长安的百姓。求上苍赐水！救救我们吧！臣郎中令段宏参见淮南王。见过段大人。臣奉皇上旨意，请淮南王入宫见驾。本王久未与皇上聚首，既然入京，定当入宫觐见。淮南王，请。段大人可否稍后？本王刚向上天求水，救济这里的百姓，只求静待片刻，待上天回应，自会与你入宫。不瞒淮南王，臣曾经领属下勘探过这一带水源，此井早已枯竭，难再出水，还请淮南王勿再推脱，请随臣。确实有水。感谢苍天呐！感谢苍天呐！救我大汉子民！谢苍天！他们怎么会去了长信殿？淮南王连同段大人的人马刚进宫就被皇太后派人接过去了，说什么？皇太后说，淮南王本是皇叔，又向来有贤名，入京应以家人之礼相待。他若按制朝见，朕必以礼相待。可他擅闯京畿，朕就算杀他也不为过。陛下，皇太后仁厚，恐怕就是要陛下莫轻言治罪。母后既以家人之礼相待，臣妾作为晚辈，也应该去见一见这淮南王。不如就让臣妾陪着陛下一同前去。皇上皇后驾到！参见陛下，参见皇后。母后万安！母后万安！大家都平身。谢母后。皇嫂喜得雍容端庄的好媳妇，真是可喜可贺。还没谢过皇叔的厚礼以贺，其中养生之物很合用，哀家敏感了。渐渐微物，不成敬意。皇叔向来谦和恭顺，何以朕已回复让你留在丰邑，皇叔仍违逆皇命？难道忘了诸侯王不得擅入京城吗？臣知罪，陛下圣意，臣又岂敢违逆？
只是听闻京畿旱灾严重，才斗胆入京。臣不带一兵一卒，只是让几名随从护送，只求为民祈愿，向天求水。皇叔虽有违国法，但也是为民求雨而来，皇帝就网开一面吧。陛下以民为先，若皇叔是因为民生而来，判罪恐怕……念在皇叔一片仁心，朕姑且免你责罚。起来吧。谢陛下。段宏，臣在。准备车马，明日派人护送淮南王出京回淮南。诺。启奏陛下，臣此次入京还有一事，如若此事未了，臣难以遵旨离京，还望陛下成全。皇叔还有何事？皇嫂，此次旱灾，全因灾星落入汉宫。身为刘家长辈，不能不竭力为皇族消灾解困，以保万民，延国祚。淮南王竟提这种虚妄之言，凶吉之说，乃人心不定、自找未济的说辞。以淮南王的德望，何以与无知小民同论？既然人心不定，何不稍施举措，以稳民心？恳请陛下请于礼，设坛求雨。余祭之礼早已有之，设坛祭祀以安民心，亦无可厚非。谢皇太后。不过，在行于礼之前后，恳请皇后暂时离宫，以应天命。皇后乃后宫之首，岂能贸然离宫？别以为皇太后与朕念及骨肉之亲，不忍失责，你就僭越狂妄。淮南王3番4次犯上，其罪难容。回陛下，臣夜观天象，竟见天现新星，旱灾亦随之出现，使知道今后登位，实为旱拔灾星及汉室之事，祸及苍生。皇叔言下之意，我就是那旱拔灾星。荒谬！天上繁星浩瀚，残星陨落，新星显现，这些都是自然现象。皇后仁德贤淑，百姓皆知。淮南王这番污蔑之词，实属妖言惑众。皇叔真当慎言，皇后又怎会是灾星呢？臣所说皆得天神太医托梦透露玄机，只是实话实说而已。大胆！枯井求水，非常人所能。淮南王未必全是空谈妄语，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陛下不妨让淮南王一试，便知真假。臣求陛下为百姓苍生，让臣一试。我虽初见皇叔，却早有闻淮南王德高望重，但刚才所言实有荒诞之处。如果子夫是妖孽旱拔，以陛下英明，皇太后慧眼，怎会丝毫不察？皇后言行向来端正，处事仁厚。淮南王这妖孽灾星之说，只怕是无稽之言。圣主在先，皇母在后，乃我大汉龙脉所在。皇母若有任何灾殃，必定会惊动龙脉，国事不宁。皇后既然感念苍生，仁德有道，倘若稍一玉步离宫，就能助百姓解困，敢问皇后为何不肯呐？正因我身为皇后，一举一动皆为天下一范，更不能导黎民迷信。离宫不难，难在此去会误导苍生，或与鬼神之说，则再难正视听。皇后所言正是朕意，但是敬天祭祖乃合乎人心世道，亦让百姓能心有所依。帝后夫妻情深，
臣亲睹。但如若因这夫妻之情，怕皇后芳名有损，而轻百姓所急，则恐有负社稷呀。纪礼，或有安民心之效，却无呼风唤雨之能。赦与不赦，与民生社稷无关。臣愿以项上人头担保，倘若求雨无效，任陛下发落。皇叔已经许下了如此重誓，倘若皇后还不肯出宫的话，恐怕灾星之说不言自正。陛下，倘若再犹豫的话，臣愿长跪不起。皇叔不用跪，我愿出宫助你求雨。既然淮南王一心为民，以性命做担保，子夫也不会藏身深宫，而无视苍生所求。我愿压下自身的名声。